Hello，大家，40岁以前想达成的10件事第9集。上一集，小雀和静思经历了短暂的分离，这个机会也让静思重新省思了两人感情步调的问题。这一集从上次的预告来看，貌似要迎来一些小转折了，我们赶快来看看。やば、寝てた。可爱啊，感冒了。やってしまったか。不会啦，小感冒啊，雀雀子。雀雀子的忠言逆耳你不听嘛？やっぱ出たか。啊，糟糕。発熱時の対処には慣れている。常備している風邪薬を飲む。居然常被感冒药少那么多。こんなこともある。他桌上那一坨是什么？他醒过的卫生紙吗？打ち合わせの予定をリスケする。这个不能请同事代理吗？会社に休むことを連絡する。早すぎても遅すぎてもいけない。为什么？時間を見計らって余計な気を使わせないことも大切。哦，太早是。今日風邪で休むって。風邪？然而这次有点不一样，有一个男人在替你瞎操心，所以太早是会打扰到其他同事吧？今天也没有列表事项。動けなくなる前に必要なものを買っておく。お願いします。レジ袋はご利用。他看这些就知道生病了。独り身ですよ。買ってきてくれる人もいないんですよ。お大事にね。ね、元気出して。ね、明日はきっとね、いい日になるから。ね、悪いことばかりじゃない。老板你好热情哦，可是他现在有点疲于应付啦。同情されるのにも慣れた。真的好烦哦！单身人士为什么要被同情啊？寝るか。ひたすらに寝込む。他把被子盖得好紧哦。東條さん。哎呦，東條さん。急いで。什么意思？庆司是有这个家的钥匙了吗？休日のパパ。他是不是自己闯进来了？休日のパパ。なんすかその格好。为什么？ずっと隠してたのに。哎，所以这些梦境是他这一阵子对感情不安的一个体现呢、哦，哎，演得不错哎，真的好像生病不舒服的样子。よかった。夢で。所以庆司没有闯进来。末期症状その1、悪夢を見る。这叫末，原来如此。哇，哎，这个镜头这样子，从卧室推门出去就是空荡荡黑妈妈的家，真的感觉好孤单哦。誰かに助けてほしくなる。是啊，这个时候就依赖一下庆司吧，不然你平常白被他占便宜的。食欲が出てきたってことは、熱との戦いも終盤だな。嗯，到了末期才来啊。娘さん、警視です。大丈夫ですか？お見舞いですよ。映っちゃうからダメだって。俺、ジョギングッズ常備してるんで大丈夫です。違う、お前に映したくないんだよ。俺、免疫力半端ないんで。还是很强势的庆司，但是也不会勉强小雀吼。心配だったんですよ。顔ぐらい見せてください。哎呦，这句话杀伤力好强哦！你真的就这样子，远远的迎接他，まさか自分一人でやってるとは思わないからですよ。硬撑。病人なのに怒られてる。ダメだって近づいちゃう。熱は。我就是要打破这个距离，感受你的体温。なんで全部一人でやっちゃうんですか。习惯了吗？俺こういうの慣れてるから。慣れないでくださいよ。庆司有一点生气吼，怎么这个时候小雀还不懂得依赖我？こういう時は誰かに頼るもんですよ。是啊，庆司不要生气，你现在面对一个病人。あのさ、リンゴ後で吸ってくれたら哎、嬉しい。小雀会给我提要求了，嬉しい。你不要这样盯着他看。すずめさんが近づくなって言うから。哎、你不要拿这个啊！かわいい。
これ着てるんですか？いや着てない。他一直要对庆司隐藏的そんな隠さなくたっていいのに。啊。これは一人じゃできないでしょ。眠るまでそばにいます。你这样子他睡不着了啦，害他又 doki doki， 体温更高了。風邪治ったらパフェ食べに行きましょう。いいなそれ。あーすっきり。哎，不会吧？没有，我想也是，庆司不会做那种熬夜守候的事情，这反而让小雀更担心。我就说他果然是成熟的大人了。哇塞，这个男人怎么可以在方方面面都做到这么高分呢？不错吧？有人这样子体贴无微不至的照顾你，比起一个人逞强好多了。結構振ってますね。でもいいよ。お前といれば楽しいし。哎、嘿嘿嘿嘿，好棒哦！现在小雀会主動講這些了。ついにパフェまで来ましたね。ケイシ哈？哈？あ、東條さんの。太巧了吧！二人今日なんかありましたっけ？哎呦，他们最怕被同事撞破他们的关系了。田中さんは買い物ですね。いや、俺は今日案件の下見的な。さすがだな、休みの日まで。对啊，そっか、二人付き合ってんだ。いや、俺そういう感結構良くて。偏偏在这种地方这么灵光。俺そういう偏見とかないんで、誰にも言いませんよ。もうケイシもさ。其实我觉得田中这个反应还挺好的，田中さん。虽然他如果能装作不知道会更好想像力がえぐいっ。すね。哎呦，じゃあ二人は付き合って。ないです。小雀知道庆司这样子拒绝是为了他，怕他为难，但是听得很难受哦，这些否认的话。もし俺がそうだとしても東條さんはないわ。哦，まあでもそうだよね。上司とかさ。ない。ああ悪い。是庆司一脸鲜血地看着他啊。お願いするんだけど、結婚とか婚活とかアプリとかあれもう勘弁してくれ。プライベートなことだし、俺本当に結婚とか恋愛とか興味ないんだよ。啊！俺は一人がいいんだよ。你们为了保护彼此，讲出了这些伤害彼此的话，镜头火！天哪！哦，连伞都不撑哦，还是有撑伞呐。所以小雀在生病的时候做的噩梦，我明明藏得很好，算是预知梦哎。这个田中算是他们两个害怕恋情曝光的一个外化。偏見ないっていう人が一番偏見あると思いません？确实有些人是这样的，但是这个田中我真的觉得不一定，只是你们两个还没准备好。你的电话备注还是田中庆司哦，这么的 formal。部下相手に何やってんだ。一句话又打回原形了啊！哎呦，ごめん俺。バレたらまずいと思ってわざときつく言った。俺も急でびっくりして言葉選べなくて。第一次看他这样子失了分寸的样子哦。分かってる。じゃあいつも通り会社で。又要回到平常了け吗？どしばらく週末会うのは控えよう。はい。这个时候的庆司也变得特别胆小了吼，他真的好怕自己失去了十之美赏。俺はどうしたらいい？选择你自己幸福的方式啦，真的不用在乎其他人的眼光。虽然我知道这一刻很多人学了好久都还学不会。好哦，看来上一集的预告并不是完全都是刻意剪辑制造出来的drama。本集果然还是面临了一些挫折、一些难关。本来前半段很温馨的，好不容易让小雀懂得依赖庆司，让小雀开始觉得原来有人可以依赖也是一件不错的事，两个人好像真的很好。然而事情并没有我们所想的这么顺利，他们从一刚开始就害怕的事情，如今还是发生了，在假日的时候被田中撞破了。
尤其在他们要去约会的时候，那个看起来最漫不经心的田中，居然趁着假日还在想着工作上的事情哦，真的是都要故意这样子安排，加剧他们的那个内疚感、那个心虚感。哎，可是我觉得这件事情不怪田中啦。说真的，遇到其他同事也都一样。田中算是那个导火线，把他们呢一直以来隐隐在担心的事情给爆发出来了。小雀一直对于自己居然对部下下手这件事情感到不安，庆司其实也一直害怕他们的身份差别、年龄差会成为他们的隔阂。如今其实也就是借着这次的突发状况，让事情浮上台面而已。这件事情如果早不解决，晚不解决，假如一路假装没事一样继续约会，继续开开心心的生活，那么将来某一日也还是会爆发。如果他们的关系一直维持现状的话。所以我觉得早死早超生啦。既然事情发生了，那就好好面对，好好的思考，究竟自己跟对方的关系要如何才是让彼此都最舒服、最幸福的状态。除此之外啊，田中在撞破他们两个的约会之后，还一直在强调说：“我对这件事情没有偏见。”庆司就回了一句：“你不觉得强调自己没偏见的人才是偏见最深的吗？”庆司讲的属不属实，我打一个问号。这么多集看下来，我真的觉得田中就是一个没心没肺的人。他讲这些话真的没有恶意，至少我愿意这么相信。但我坦白说，我理解庆司的心情。每次听到有人这样子说啊，我对这件事情没有偏见，现在社会很包容的，内心多少还是有点不舒服。但假如你问我应该要怎么回应比较好，就像田中的状况，他该如何讲可以让庆司、让小雀都舒服一点？说真的，我也没有答案呢。我真的觉得我可能也会像田中那样反应。不过我承认。田中那个态度还是略带一点冒犯，就像他一直以来一直想要八卦庆司跟小雀的感情一样。所以我在想，可能在这种情况下，最好的回应就是不理会，假装没看到。毕竟那是人家的私事，也不干自己的事。就像我们一直以来在讲的，别人谈恋爱干我们屁事。行啦，这一集就看到这边吧。可能过去几集真的都有一点太理想、太梦幻了。这一集必须要再给我们一点现实的挫折。但是还有3集的时间，我相信他们两个一定会手牵着手找到属于他们的答案，找到属于他们的幸福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